车学庆是一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在一次外出活动时，他遭遇了暴力对待，尸体被发现丢弃到了停车场里。案发那年，监控设备还不普及，警方也没有高效的技术侦破手段，调查持续了几周后，很快遇到困难。就在案件的进展即将陷入停滞的时候，一件谁也无法解释的事情发生了。受害者在亲人的梦里提供了破案线索，最终让警方抓获了施暴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纽约市，这里位于纽约州东南部，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纽约都会区的核心，以及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截止到2022年，纽约都会区的总产值超过 2.1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榜首。如果按主权国家计算的话，它相当于世界第8大经济体，是一座对全球经济、商业、金融等各领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主人公车学庆出生于1951年3月4日，案发时31岁。车学庆来自韩国釜山，家中共有5个兄弟姐妹，他在其中排行老三。和那个时代许多韩国家庭一样，车学庆一家为了躲避战争，经常更换居住地点。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几经辗转后定居到了美国旧金山。车学庆在当地一所名为圣心修道院的高中读书。来美之前，车学庆是一个话不多、性格比较沉稳的女孩。在适应了当地生活以后，她的个性就有了明显变化。车学庆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潜力，从此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爱上了艺术创作。为了研究法国和罗马的经典艺术作品，车学庆先后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他在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掌握了多门语言。高中毕业后，车学庆去了旧金山大学读书。他在旧金山大学学了1个学期，4年转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车学庆在那里完成了艺术方面的学业，并且遇到了自己一生的伴侣理查德。理查德也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学生，他主修摄影和后期制作。理查德在车学庆的艺术道路上提供了很多帮助，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车学庆制作了很多影视项目和摄影作品，在宣传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学毕业后，两人一直在旧金山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经过几年的打拼，车学庆和理查德积累了大量从业经验。为了以后更好的发展，他们在70年代末从旧金山湾区搬到了纽约 SOHO 区。当年的 SOHO 和现在大有不同，是一个崭露头角的艺术社区。当地有很多画廊和俱乐部，很多艺术方面的从业者都会来到这里发展。两人在当地安顿下来以后，很快找到了各自熟悉的工作。车学庆在大都会博物馆的设计部门上班，平时也会开办课程教授影像艺术。丈夫理查德则找了一份摄影师的工作，他负责拍摄纽约市帕克大厦的翻新改造工程。当时的两人正处在事业上升期，虽然还没有在行业内闯出一片天地，但他们都对未来的发展抱有很大希望。然而就在两人的生活即将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意外却突然发生了。1982年11月5日晚上7点30分左右，当地警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有人反映在伊丽莎白街128号停车场发现了一位倒地不起的女性。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来到现场，经过确认，该名女子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被发现时，这名女子倒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她的脖子上有一道很深的勒痕，头部还有殴打过的迹象，一只靴子和手套不见了，裤子被人拖到了膝盖下面，疑似生前曾遭遇过侵犯。停车场附近没有监控设备，周围也没有找到这名女子丢失的物品和身份证件，所以警方遇到了一个难题：这名女子是谁？她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当警方加班加点试图确定这名女子身份的时候，理查德来到警局报告了妻子失踪的消息。看到车学庆的照片后，警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女人，她就是之前遇害的那位年轻女性。听到这个消息后，理查德崩溃了，他不敢相信早上还活生生的一个人，现在却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稍作调整后，理查德告诉警方，最后一次见到车学庆发生在今天早上。他穿了一件红色皮衣，头戴红色贝雷帽，拿着一个大都会博物馆的手提袋就出门上班了。原本他们约定好了今天下午5点会在帕克大厦门口见面，然后再一起参加朋友组织的聚会。不过这天他临时有事，错过了约定时间，
当他走出大厦后，也就没有见到车学庆。当时他也没有多想，认为车学庆应该是提前回家了，于是他就独自到达了聚会地点。他在聚会上度过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凌晨才回到家中。当他发现车学庆没有在家，也没有任何音讯的时候，才报告了失踪的消息。警方对理查德的说法表示怀疑，他们不相信会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不过考虑到目前还没有其他线索，警方还是决定先从这里开始调查。他们去了车学庆的工作单位，询问了他的几位朋友，最终得到了一些其他线索。一位知情者告诉警方，车学庆在下午4点30分左右离开工作地点，临走时他说过晚上参加聚会的事情。根据这条线索，警方判断车学庆应该是在去往帕克大厦的路上遭遇了袭击，于是他们又对通往帕克大厦的3条线路以及大厦本身进行了检查。不过遗憾的是，几天搜索下来，警方也没有找到任何与本案相关的证据。这条线索中断后，警方又把注意力放到了丈夫理查德身上。稍微了解艺术行业的朋友都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费钱的事业，普通从业者在没有成名之前，大多数的日子过得比较窘迫，所以警方认为这个原因可能让两人的关系恶化，从而导致了这起悲剧的发生。考虑到这一点，警方马上找到理查德进行了第2次询问。理查德告诉警方，他们的夫妻关系稳定，平时很少发生矛盾，而且车学庆在遇害的前几天刚刚发行了一本长篇小说，未来他们会收到一笔不菲的稿费和分成，所以他们在经济方面也没有太大问题。警方对理查德的话并不完全相信，他们仔细检查了理查德的身体，在确定脸上和手臂没有擦伤和淤青后，才排除了他作案的嫌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方尝试了各种办法，试图寻找凶手，不过效果并不理想。当年没有监控设备，也没有高效的技术侦破手段，通过几周的调查，他们也只得出了停车场不是第一案发现场的结论。然而就在案件的进展即将陷入停滞的时候，一件谁也无法解释的事情帮助警方找到了最关键的证据。1982年12月，案发的1个多月后，车学庆的母亲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车学庆在梦里告诉母亲他在帕克大厦，并且还提到了777这3个数字。车学庆的母亲内心有一种强烈感觉，她认为这是女儿在提供破案线索，于是第2天一早，他们一家就到纽约市核实了这件事情。当他们按照梦中的指引来到大厦地下室后，他们果然发现了相关提示，地下室的每根柱子上都标着数字。当他们来到标记有777柱子的附近后，很快发现了车学庆生前的物品，这里面有他丢失的靴子、帽子、钱包，还有一滩干涸的血迹。警方得到线索后很快赶了过来，经过对地下室仔细检查，他们确定这里就是车学庆遇害的地方。警方对这种找到案发现场的方式感到不可思议，从业多年来，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实际上，警方早就对大厦内部进行过检查，不过当时他们只检查了楼上部分，没有来过这里。警方怎么也想不到，这片遗漏的区域居然就是最关键的地方。现在警方已经找到了关键线索，接下来的调查就变得相对轻松了。能到达这里的人一定是大厦内部人员，他们只需要把重点放到可以进入地下室的人，就一定能抓到凶手。当时帕克大厦正在进行改造工作，从事各种活动的工人也比较多，如果要一个个的调查，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所以警方决定先尝试从这些物证上寻找线索。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大多数发生的谋杀案中，凶手经常会拿走一些受害者身上的物品作为纪念，往往这些丢失的物品就能起到很好的破案作用。于是警方把收集到的所有物品让理查德进行了逐一检查。理查德看过后，确定里面缺少了一枚定制戒指和一个印有大都会博物馆的手提袋。掌握了这些线索后，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工作。没过多久，他们就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名保安告诉警方，案发当晚他注意到新来的同事乔伊曾经拿过一个大都会博物馆的手提袋，而且他的手上还戴了一枚奇怪的戒指。当时他调侃过乔伊为什么要戴一枚看起来像是女士的戒指，乔伊没有回答，就直接离开了。保安的说法马上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于是他们找到乔伊的上司，拿到了当天的打卡记录，上面清晰地写着这天下午5点乔伊就在大厦入口执勤，这个时间与车学庆预计到达大厦的时间刚好吻合。除此之外，乔伊的上司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线索，
乔伊在这天5点30分左右开走了公司的面包车。当时他说要去完成一些清理工作，不过仅仅过了10几分钟后，乔伊就交还了车钥匙。乔伊的上司认为这段时间他可能无法完成这项工作。最为可疑的是，乔伊在案发后的第2天没有来上班，并且没过多久他就突然离开了。乔伊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甚至连工资都没有要。现在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目前所有迹象表明，乔伊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不过如何找到他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乔伊有过多次犯罪记录，为人十分狡猾。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更换过很多名字。当年没有完善的相关查询系统，而且大部分证件也都是纸质的，伪造个人身份对乔伊来说并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也没有什么主动出击的好办法，他们只能通过发布通缉的方式碰碰运气。大约过了半年后，警方得到了来自佛罗里达州警局的消息，乔伊因为再次犯罪被当地警方逮捕。接到这个通知后，警方马上去到了佛罗里达州审问了乔伊。乔伊坚决否认与这起案件有任何关系，他不仅不承认犯罪，而且还试图愚弄警方。这个结果是他们早有准备的。像乔伊这种有过多次犯罪行为的人，轻易不会说实话。于是警方拿出了事先准备的戒指照片，摆在了乔伊面前。乔伊看到照片后瞪大了双眼，仿佛在说他不相信警方能找到这枚戒指。警方也确实没有找到这枚戒指，照片是从理查德那里拿来的。警方的目的就是要测试一下乔伊的反应，毕竟他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当时也不敢100%确认乔伊就是凶手。看到乔伊的反应后，警方才相信了之前的判断。尽管乔伊拒不承认犯罪，但通过目前掌握的线索，他们也能推测出整个事发经过。警方认为，当晚车学庆进入大厦寻找丈夫的时候，遇到了正在门口执勤的乔伊。看到车学庆独自一人后，乔伊内心产生邪念，随后他找准机会，强行把车学庆拖到了大厦地下室。车学庆早年练习过功夫，所以不可能轻易就范。于是两人就在地下室发生了激烈冲突。在扭打的过程中，乔伊使用随身携带的警棍窒息了车学庆，然后又对他进行了侵犯。犯罪结束后，乔伊拿走了车学庆的手提袋和戒指，并把他的尸体丢弃到了距离大厦不远的停车场。截止到现在，警方已经梳理清楚案发的全部经过。根据相关的旁证和一些其他证据，乔伊很快被提起诉讼。1983年，乔伊接受了第1次审判。检方根据找到的证据作为依据，详细向陪审团讲述了乔伊的整个犯罪经过。乔伊的辩护律师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这些证据全都是间接证据，并不能证明乔伊就是凶手。经过几天的互相博弈后，陪审团采取了辩方的观点，本次审判因证据不足宣告失败。几年后，乔伊再次被提起诉讼，不过第2次审判还是以同样的原因失败了。警方在遭到2次打击后没有轻易放弃，他们总结了失败经验，重点搜集了乔伊的直接犯罪证据。通过不断给乔伊身边人做思想工作，警方终于从他女朋友那里获得了重要线索。乔伊在案发当晚亲口向女朋友说过杀害车学庆的事情。1987年，乔伊接受了第3次审判，最终他以2级谋杀罪和其他罪行被判25年至终身监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